6B 参数如何吊打32B 顶级模型？8步生成怎样实现秒级产出电影级画面？阿里通义实验室于2025年11月26日开源的 Z-Image Turbo， 它以超高的质量、超低的门槛、超强的语言推理能力，对 AI 绘图参数竞赛彻底颠覆。本课程带你全面拆解这款排名第1的纹身图开源模型。所有资料已在简介中准备好，不套路你。这就是 Z-Image 系列全面开源的 Z-Image Turbo 模型。它的强大背后是3大技术优势：第一，8步采样秒级出图，速度相比传统扩散模型提升了数倍；第二，能够生成逼真的照片级图像，同时保持优异的美学品质；第三，基于千问语言模型训练，对中文提字词的理解精准到令人发指。更惊艳的是，它对中国元素的天生理解，这可能是目前最懂中国文化的开源模型。接下来，我们就直接在 ComfyUI 中实战演示。在 ComfyUI 的模板里面，这里可以找到 Image 的官方工作流。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直接搜索一下 Z， 可以快速找到这个工作流。点击打开，这个工作流整体来讲非常简单，它和最基础的纹身图工作流几乎一样，只是像 Flux 一样多了这样一个节点。负面条件它是不支持的。左边的说明文件里面有相关模型的下载。第一个是它的 Clip 的一个模型，它用的是千问3的一个大语言模型来理解我们的提示词。它的语言理解和推理能力大幅优于其他的 Clip 模型。下面是一个演示 Lola， 一个像素的风格的 Lola， 这个不用管它。这个是 Turbo 的16位模型。在下面是 VE， 它和 Flux 的 VE 是完全一样的。下载好后放入对应的文件夹下。我们重新指定一下路径，分辨率保持它默认的不变。提示词它是完全支持中文的，那我就输入一个汉服风格的提示词。扬声器这里我先固定为1，先看一下它出图的效果。点击运行，成像非常真实，亚洲的审美很在线 ，AI 味儿相对来说要弱很多，而且它也支持汉字的提示词，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它很完美的融入进去。这次出图的总时长是11.5秒，采样器花了10.2秒。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详细参数。它的原始 Turbo 模型，只要你的显存是大于12G 就可以使用。如果说显存比较小的话，可以下载它的 GGUF 版或者最新的 LaChaCu 模型。LaChaCu 的速度和对显存的优化会更好，但是它的使用稍微麻烦一点，我们之后会单独讲解。而 GGUF 的兼容性、工作流的适配性会更好。Clip 加载的是千问3的语言模型，如果显存小的话，同样可以下载它的 GGUF 版本，然后使用对应的模型和 Clip 加载器进行使用就可以了。我这里就使用原版。Z-Image Turbo 的分辨率，它官方是支持 2K 以下的任意分辨率的组合。这里工作流默认是1024×1024，因为这个模型它训练的时候主要是以这个分辨率进行训练的。由于这个模型是真流加速模型，当分辨率大于1024的时候，可能会出现轻微的压缩感、噪点和文字渲染的不稳定性。从社区的经验来讲，我们的分辨率尽量控制在1536G 以下。提示词对我们生图非常重要，我们后面会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帮大家去理解和掌握 Z-Image 的提示词的强大功能。现在我们先掌握一个非常棒的让我们写出高质量提示词的方法，我们可以让 AI 来帮我们写提示词。在探索里面，我们搜索一下 Z-Image Turbo， 第一个是使用量最多的，那我们就使用它。是聊天，我输入我想要的图像要求，然后回车发给他，他就会给我们相应的反馈。我们可以先看一看这个提示词。这里的话，它的背景的描写比较少，它要求增加更多的背景描述，画面描述尽可能详细。因为 Z-Image Turbo 也就是照相这个模型，它是非常喜欢详细的提示词的。那我们点击回车，再把这个汉语的提示词拷贝过来，我们点击一下渲染，我们来对比一下生成结果。右边的就是用之前的这个简单的提示词来进行生图。那我们看到背景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元素，
它只是完全遵从我们的提示词的内容，而左边这个就是我们的丰富的提示词。我们看到我们整个的细节就多了很多，人物的一个形象、衣服，特别是背景就显得更加真实。这又是我们照相模型的一个特色，我们要尽可能的给它详细的提示词来进行生图，不要给它这样的一个单调简单的提示词，出图质量肯定是不够的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根据这个 clip 直接使用千问模型来帮我们写提示词，告诉我们的需求是什么，做相应的提示词生成。内容是这样的，点击发送，它这个怎么直接进行生图了？我重新加一些条件，要它把提示词返回给我再来发送一下，确保它明白了我的意思。再一次给它我的需求，我把深度思考关闭以后，总算是正常的给我进行反馈了。那右边就是千问所出的提示词的内容，整体看起来的话，它的丰富度、真实度还是比左边这个要稍微弱一点点。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。接着是采样算法的位移值，这里是1357四个 shift 的值的比较。当数值为3的时候，结果就和不加这个 shift 的值的结果会是一样。当数值增加的时候，它的采样分布更加倾向于前期的一个步数，构图会更好，提示词的遵循也会显得更好，并且把它的噪点去的也会比较干净。但它的问题是，它的皮肤细节、它的纹理就比较差了。当数值小于3的时候，它的步数的注意力主要是在后期，它的细节会更好，前期步数的一个去噪值就会减弱，导致噪点去的不干净。这里就明显看出它身上的噪点就比较多。我们绝大部分情况都是选择3，它是有一些噪点在的话，大家可以考虑把数值改到7，我们只考虑3和7这2个值就可以了。采样器里面，首先关注的是步数，官方推荐的是8到10步，前8步是比较重要的，后面步数增加其实影响很小，少步生图是 Turbo 的一个优势，推荐使用官方的数值9 ，CFT 值默认为1，不用管。接着是重要的采样器和调度器的使用，它们的组合和 Flux 比较类似，但是由于照相是一个真流模型，因此它们的组合有一些特别。这里强烈推荐5组采样器和调度器的组合，帮你快速上手。这里测试了3组的种子，这里按照优先级进行排序。这个 Error 加 Simple 和 Error 加 Beta， 它们测试数据几乎一样，所以我们任意用一个就可以了。首先推荐的5版工作流的默认采样器和调度器 ISM 加 Simple， 它相比于 Error 加 Simple 而言，它是专门对真流模型有优化的。在8到10步的低步数下，提供更稳定的一个收敛，它的稳定性比它会更好一点。就这2张图的质量而言，这个的质量也会比 Error 加 Simple 要稍微好一点点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种子 RES 采样器 Error 采样器，感觉 RES 采样器的效果会更好一些。第2组推荐的是 Error 加 Simple 或者 Error 加 Beta， 它的速度比较快，质量也挺好的，是官方默认推荐的采样器和调度器组合。第3组推荐的是 Error 加 DDIM Reflow。这一组组合可以让我们的随机种子的表现会更加敏感。我们看整个这些采样器里面，只有它的这个变化会多一点，其他的采样器调度器的组合变化就太少了。就是 ZEMARGE 模型，它对随机种子非常不敏感。目前有不少增加 ZEMARGE 对随机种子敏感性的方法，最被推荐的是使用 Error 加 DDIM Uniform 的这样一个调度器组合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组测试，当使用是 Error 加 Simple 的时候，把这些全是灰色的，总体变化比较小。然后我们把采样器的调度器改为 Error 加 DDIM Uniform， 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就发生了更大的变化，构图也发生了很多变化。第4组推荐是 DPM 加 SDE 加 Beta。不要用 Colors， 它和 Flux 一样，对 Colors 的支持不是很好。这一组的质量是真实性最好。最后一组推荐的是 SA Solver 加 Simple 的组合。这个 SA 采样器也是专为真流模型优化的一种采样算法。它相比前面的这个 RES 采样器而言，它的真实性和细节会多一点。然后再看它们所生成的时间，前面几个组合的时间都差不多11秒左右，后面的 DPM 采样器它的花的时间就特别多，增加了1倍以上。最后一个 SA 的采样器，它的时长比前面稍微多一丁点儿。大家在使用组合的时候，如果说没有什么想法，就按照优先级进行使用。如果说你想要随机性，那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组合。如果说想追求真实性，
那就可以考虑使用最后这2个组合。拉恰库以超快的生图速度和对显存的大幅优化而闻名。从 1.1 版本开始，它原生支持 ZEMAGIC Turbo 的一个工作流使用。点击相关链接进行下载模型，还有它的官方推荐工作流。首先，我们下载相应的 ZEMAGIC 模型。FP4 的模型适用于50系列的显卡 ，Int4 的模型适用于非50系列的显卡。那我是3090，我应该下 Int4 的模型。后面分为32、128、256，数值越大，质量就越大，生成速度就会相应慢一点。个人推荐下载256的这个模型，下载好以后放入和 ZEMAGIC 同样的目录下即可。是插件一个安装使用，它的安装难度还是挺大的，特别是它更新的新版本，它的代码其实有 bug 的，我们需要修复这个代码。那这里我完整演示一下该如何去安装。首先确保你的环境是支持的，拉恰库要求 PyTouch 的版本必须大于等于 2.5， 一般来说秋叶版都是大于这个版本号的。看一下自己的启动器，在开始的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 PyTouch 版本，我这里是 2.7， 是满足要求的。这个数值其实最推荐的是 2.9 及以上，我这个 2.7 不完美，但是够用了，那我就不去折腾，这里就不更新。第二个就要确认的是你的 Python 版本，我是 3.119， 就是 3.11 这个大版本。这些数值记住以后，我们再看后面的安装。先是安装轮子，进入官方的轮子界面，这些就是相应的轮子环境的版本。目前最新的是适配插件的 1.1 版本，它可以很好的支持 InMAGIC 这个节点，但是实际上只要拉恰库的这个轮子环境大于 1.0， 就是支持这个节点的。我们可以点这里的 Show More， 这里是所有 1.1 版本的轮子下载。我是 2.7 的，会发现所有 2.7 的没有 Win 版本的， Torch 2.8 的也没有 Win 版本的，只有 Torch 2.9 有 Win 版本的，所以说这个和我的环境不符，所以说我就不下载这个版本。好，再往下面看，在 1.02 版本里面找到和我自己电脑所适配的 Touch 2.7。CP311 就是 Python 3.11， 是 Win 系统的，那我就会点击进行下载。下载好以后，可以放入 ComfyUI 便携版 Python 的目录下，然后在这里输入 CMD， 接着输入这一串代码，就是让 Python 来执行安装命令。点一下空格，再把我们这个拖过来，就是让 Python 来安装这个路径下的这个轮子文件。点击回车就可以安装了。安装好以后，我们还是检测一下。输入这一串代码来检测已经安装好的环境。那这里找到我的 1.02 Touch 2.7 的版本。完成环境安装以后，我们再使用 ComfyUI 的管理器安装拉恰库的插件，安装最新的版本。环境和插件都安装完成以后，我们可以把官方的这个 ZEMAGIC 的工作流拖入 ComfyUI。很可能你们和我遇到一样的问题，就这个 ZEMAGIC 拉恰库节点它加载失败，看后台代码。找到这个很长的拉恰库的这一串的东西。目前拉恰库的这个环境版本是 1.02， 我们安装的插件版本是 1.1， 这是没问题的，它没有报错。但是下面这个节点它加载失败，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，是因为这个新版的插件还有一串代码是已经不存在了，导致我们加载相关节点报错。那我们需要进入 ComfyUI 的这个拉恰库的这个插件，进入 Notes Models。然后找到这个 ZEMAGIC 的这个文件，我们用记事本打开，然后我们搜索一下这样一串词，我们需要把含有这一串的词全部删掉，或者在前面像我一样注入这样的一个符号来停止它的使用，或者这一串是所有的还有它的都要做这样的处理，这个也是一样，在前面加上这个东西来记用它。把所有的都加上以后，我们再点击保存。再开启，那我们的拉恰库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我们先使用原始的工作流，然后把分辨率改为2048，这样我们存储的速度就会变慢，这样测试的结果就比较明显。然后使用采样器和调度器组合，看一下时间。K 采样器花的时间是48秒。找到双节棍的这个 ZEMAGIC 的加载器，选择下载的256的这个模型，连过来，这样就完成了工作流的搭建。点击运行看一下，拉恰库版本的只花了34秒，速度有明显的提升。除了速度以外，它会大幅优化显存的负担。看我们成图的质量，在构图还有整体的结构性来说都是差不多的。我反而更加喜欢拉恰库的这种更有纹理真实性的这种画质，这就是它的一个优势。另外，我们也可以把 KJ 的这2个 SIG Attention 的这个补丁给加进来，这2个是比较万能的优化加速的一个补丁。视频和图像都是可以的，
参数我们设置为自动，要允许开启。我们要成功使用这2个节点，要安装 KJ Loads 的这个节点套装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要安装对应的 Sega 更新的环境。我们在之前的这个视频的这节课有详细讲解它们的一个安装，把这个节点给连过来，点击一下执行看一下。那这一次我们加了 Sega Attention 以后，比之前又加快了一点点。看一下图像的质量，我们的结构和内容和原图是差不多的，质量稍微损失了一点点。那从结果来看，我们纹身图来说，它并不是必加的。我们看情况要不要加它。Lola 添加很简单，在模型后面添加相应的节点就可以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以官方推荐的这个像素风格化增强 Lola 作为演示。首先是 Lola 的触发词，方便后面作为比较。内容是一个喝奶茶的女人，她的 T 恤上写着时光 AI。ZEmage 对文字的标志的宽容度是很高的，那我用这样的符号，它同样能识别。这得益于千问3这个语言模型的一个功效。分辨率用的是1024，这里的采样器和调度器用的是 Aero 加 Simper。这里要留意一些专门为真流模型优化的采样器调度器组合，在 Lola 支持上有的时候不太兼容，因此用的是这套组合。这是我们生成的结果。接着我们打开 Lola， 再点击运行。左边是加了 Lola 的图，可以明显看到我们的结果发生了改变。这就是 Lola 的一个基本使用。接着我们来学习 ZEmage 模型常用的一些 Lola， 真实感业余拍摄 Lola。它可以让我们的图像生成看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照片，权重在 0.8 到 0.9 之间，这是它的专属触发词。我们再看比较，右边是没有 Lola 所生成的效果，图像太干净，光照这些就太完美了。左边是加了 Lola 后的效果，更有真实拍照的感觉。真实女孩 Lola， 它可以让我们的女性角色看起来更加生活化，更加真实。Lola 强度在 0.6 到 0.8 之间，无触发词，但是可以考虑加业余照片这样的词。它的迭代步数可以考虑适当的增加，然后看它的一个表现形式。这些词是日间的一个登山的一个女士的一个照片，没有加触发词。Lola 权重是 0.8， 右边是没有 Lola 的效果，就看起来过于完美 ，AI 的味道就特别重。左边加了 Lola 以后，就看起来是一个真实的拍摄的女孩的一个效果。这个 Lola 经常和我们之前学习的业余摄影 Lola 相结合。点进来，把强度改为 0.8。这里的步数我们就按照这个 Lola 的要求适当的增加，我们加到20步。采样器和调度器用的是一个更加写实的组合。点击生图，左边加了 Lola 组合后的效果，这样一对比就显得右边比较 AI 了，左边看起来就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人的一个拍摄的效果了。不过不得不说 AI 的人物还是要漂亮一点。电影广角镜头 Lola， 它可以让本身比较平的一张图像，让它变成广角镜头拍摄那种有凸显感觉的，有一种立体感的那种效果，很适合用于电影镜头。它没有触发词，权重在 0.8 左右。我们再看案例，这里是一个提示词是敦煌风格的汉服的一个女士，分辨率我们用的是一个横幅的，有那种电影感这样一个分辨率。采样器用的是一个写实的采样器。右边这个就是我们没有 Lola 的效果，它本身是比较扁平的。左边加了 Lola 以后，这个权重 0.8， 整个那种立体感、那种凸显感就出来了。尽管这个审美的话值得商榷，但是这个凸显感确实让我们的镜头看起来更加是那种拍摄的感觉。IES 的这个插件，它提供了大量升级的采样器，例如它官方极力推荐的 IES 系列采样器，与传统的 UDPIC 而言，用更低的步骤可以生成更高的一个质量的效果。它的效果不只针对视频，图像也是一样的。那么讲解一下这个插件的采样器和调度器对 ZEmage 模型的一个提高和帮助。我们可以通过管理器搜索并安装这款优秀的插件。安装好以后，我们再看采样器，就会多了很多的采样器类型，调度器里面也会多了几个调度器。同时在节点套装里面调出这个小丑采样器，这个节点相当于是 K 采样器节点的一个替代版。它有一个 ETA 参数，这个 ETA 值就是一种随机性。ZEmage 模型默认情况下是对随机种子非常不敏感，但是我们增加这个 ETA 值，这个数值越多，它给我们浅空间添加的噪声就越多，那对随机种子最终的影响就是越敏感。一般来说 0.5 是一个比较均衡的值。如果说你并不在乎这个 ETA 值的话，那你完全可以使用默认的采样器。我们来看这个案例，分辨率是1536。内容是七龙珠的一个微缩模型场景，采样器和调度器用的是 Aero 加 Simper， 步数为9。这一次我们生成花了25秒。这个插件提供的采样器实在太多了，
那这里给大家推荐对于真牛模型 Z1Magi 最好用的3个组合，帮助大家快速掌握和应用。首推的是这个 RES-RM， 这个采样器可以看作它是 Error 的一个升级版，它的速度对标 Error， 但质量对标 DPM++RM， 它的线性收敛更快，在低步数下表现更加稳定。调度器我们用的是 Beta 57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 Beta 的一个全面升级版，更好更强大。我们用这个组合来替代我们之前常用的 Error 加 Beta 的这样一个组合。那么同样的步数下，出图看一下，右边是 Error 加 Simper， 左边是 RES-RM 采样器。右边的窗外几乎没什么东西，但是左边的窗外能看到这个房子，能看到这个树。我们再看室内的这些细节，比这边看起来更多，层次更好。这个组合确实在质量上提升了一截。如果想提升生图速度，可以把步数改为5步。那我们来看对比效果，左边是5步的效果，右边是原图，它们的质感感觉是差不多的。一个更好的提高速度的方法就是换一个采样器，使用这里的 DEIS-RM， 这个采样器类似 LA 的一个全面升级版。那调度器我们可以使用这一个棒的这个调度器，它可以理解为 Simper 的一个全面升级版 DEIS-RM。它在低步数下比 RES-RM 收敛更快，因此我们可以以更低的步数来进行出图。这个采样器调度器的组合，我们可以用4到6步来进行出图。比如说，出一个4步，左边是生图的结果，它的速度目前来说是最快的，它的生图质量比这里的 RES-RM 5步的生图质量看起来还要高一点。我们看这边的头发其实有点问题的，对步数太低了，但这边就完全没有问题，在低步数下表现非常好。我们再对比一下原图，原图的背景元素比较差，但是我们这里的背景元素就比较丰富，就是这一个采样器调度器组合的一个优势。如果说你并不追求速度，你只是想追求纯粹的质量的话，那可以使用 RES-2S， 它的后缀和之前的 M 不一样，以 M 结尾的采样器速度都是很快的，它的精度偏低，而以 S 为结尾的采样器，它的精度就非常高，所花的时间也是成倍的增长。但是质量可以进一步进行提升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就使用推荐的9步。调度器的话，2种都可以。那这里的话，我用 Beta 57，好，点一下运行。左边是生图的结果，它所花的时间确实是最久的，而质量是最出色的。我们来对比这里的 RM 采样器，内容大致是一样，但是细节却有很大的区别。我们看这个镀空的这个呆毛，这个是比较完整的一根很长的毛，这边也是比较完整。我们再看这边的一个呆毛啊，这个就明显被截断的一根，它的细节总体来说表现得更加出色啊。这就是这3款调度器和组合器的使用呢，希望大家在以后的生图当中多多把这个使用起来，来提升生图的质量。接着来讲解一下这个插件的一个高级应用。我这里用的是1280×720的分辨率，提示词是一个杂志的一个照片及封面，输入我的项目目标、人物设定、表戏姿势、场景要求等，然后在采样器这里，我用的是向前递增的一个随机种子，结合我这里出的4张图，这样的话我就会得到1到4的种子的4个图像。这样我们可以选择最优的一个。这样做是因为千问在做文字封面的时候，还是容易出文字上的问题。那这里的话，我觉得第3一个挺好的，那我就选择第3的一个。那种子的话，我们之后就固定为3，这边就改为1。采样器和调度器用的是这个比较写实的组合。那现在我希望对这个图像增加一些细节，这里有一个进阶的方法，调出插件的小丑采样器。我们这次并不是直接替换 K 采样器，而是用它的一个高级功能。它这里的模式里面有3种模式，默认是标准模式，这个模式就和 K 采样器是一样的。还有一种是 Sharper 模式，它可以通过添加噪点来添加细节。第3种是继续去噪模式，待会儿再讲。那这里的话，我们选择增加细节的这个模式，把我们的 Latent 传到这里来做相应的连接。我们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给这个 Latent 添加更多的细节。在参数这里 ，EAT 0.5 默认是最好的。采样器这里采用这个性价比很高的 RES-RM， 调度器使用 Beta 57，总步数我们这里就设置为30步。在这套工作流，30步到50步都是可以的。下面是跑多少步，如果负1的话是跑满30步，这里的话我只跑前10步。CFG 值改为1，总之我们可以稍微固定一下，这是我们的参数设置。其中重点在于这个步数的设置，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 Latent 传到这里来，我们重新规划跑30步，这个节点只跑前10步，这样就添加了足够的噪点，让我们的图像细节更丰富。接着再使用它配套的流式节点，把这个
改传过来，目前已经跑了前10步了。接着我再跑10到20步，这里就输入10，模式是 ReSimple 模式，这里就不再添加噪点，而是继续去噪精修。我们只需要跑规划的10步就可以得到比较精细的图像。如果说你对这个清晰度不满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再接一个节点，再做同样的连接，再跑10步就完整30步。但是一般来说，再跑10步就完全够了，所以就不用再往后面跑。Save 地址同样设置为1，最后我们再进行输出，把 Later 连过来，保存图像节点。这一次的话，K 采样器一共花了10秒左右，后续的添加细节采样器各花了12秒，得到了这张图像。我加了一个图像对比节点，方便大家进行对比。这是原始的状态，滑过去可以看到人物的脸部明显更有纹理了，眼部看起来更加真实了。这就是这套工作流的一个使用方法。接着我们再来换一些其他提示词来进行测试。这次提示词是一个烤串的一个边境牧羊犬，汉字我用的是这样的符号表示，它同样是识别的。这里有一个括号是备注，同样先测试4张图，看哪一张比较好。这一次的结果就出来了。基本上只要有复杂汉字的这个图像，都建议大家做多图的测试。更加喜欢第一张图的懂子，那我们继续看一下对比图。这是之前的效果，就是添加细节后的效果。之前这个烟雾是比较弱的，添加细节后，烟雾就变得更好了。这灯光的光晕显得更加真实，这毛发的张力显得更好一些。接着再测试一下这个幻想风格的一个图像生成，这里用了中英文提示词的混合，完全没问题。这个游戏用了这个书名号作为标注，像这些标志性的角色和标志性的游戏，只要是比较知名的，AI 基本上都能识别。做这样一个细节增加，我们来看一下对比，明显看出这个烟雾的效果变得更好。还有这羽毛的景深表现的也更加真实，这就是这个工作流的一个应用。Z-Image 的工作流和标准的工作流是一致的。那这里我以图生图工作流来做演示，我想生成同样风格的一个名侦探柯南的这样一个漫画书。那我加载一下这张图像，快速编码一下，内容改为一本经典的名侦探柯南漫画书。这里的降噪值我们先开到1，先看一下，开到1就和我们的参考图的结构没什么关系了。咱们把这个数值改到 0.8， 再一次执行。皮卡丘的话有点奇怪哈，我试着换了一下随机种子，这个效果要稍微好一点点。如果说你想要更完美的效果，等待它之后将推出的 Z-Image Edit 模型，它是专门针对图像编辑和修改的，像图生图工作流、局部重绘工作流等等，相信以后的表现会更加出色。接着我们来掌握常见的脸部修复和放大工作流。以这张图为例，尽管我们的分辨率生成是1536×1536，但是的话，我们人物脸部所占的比例实在太少，导致我们人物脸部不是那么精细，有一点不能迹象。那这样我们可以考虑优先是把这个人物的脸部修复一下，修复好以后，我们再整体进行放大。修脸我们要用到 Impact 里面的面部细化节点，我们可以通过管理器进行安装。安装好以后，你在模板里面找到这个 Impact， 第一个就是脸部修复的一个官方模板，我们可以把后面的这一坨给拷贝过来进行使用。关于它的安装还有报错的一些细则，我在之前的课程里面有进行讲解，遇到问题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。我们把这几个节点给拖过来，图像连过来，我们节点做这样的连接，看一下它的参数，引导大小720，这个数值完全足够了。这个数值完全比我们脸部所在的区域要大很多。最大尺寸我们图像是1536的，我们就设置这样的数值。随机种子我们先固定为1，步数因为我们的模型用的是 Image 模型，那我们就用9步。Save 地址为1，采样器用的是 ISIS 加这个调度器，降噪就是重绘幅度。那这里的话，我希望幅度大一点，改为0.6。基本上其他的可以保持默认不变。点击运行以后，这个就是我们修复后的结果，它会把这个结果再贴到原图里面去。下面是遮罩的范围。为了方便对比，这里我接了一个图像对比节点，把原图作为图像 A， 默认是原图的效果。脸部是这样的，我们刷过去看一下，然后脸部看起来更加干净，更加好看的。再使用这个新图以它来作为放大，可能优先考虑的是传统放大。先把我们的图像通过放大模型放大以后，再用 K 采样器进行生图。但是这个模型它在图像编辑这一块其实不是那么完美。那这里我更加推荐使用 SED-VRR 来进行一个放大。我们可以在管理器里面搜索并安装 SED-VRR 这个插件。安装好后，我们可以在模板里面找到它的官方工作流。我们选择第3的一个快速图像放大，我们可以整合到一套工作流里面来，把下面的节点
全部进行拷贝，然后粘贴过来，然后图像连到这边来。这个需要较高版本的 Python， 我这里不符合，那我就不开启它。这边的模型推荐选择 7B 的对话的这个模型，点击选择好以后，之后我们运行，它会自动在后台进行下载。然后是注意力模式，如果说你有安装这个 SIG2 的话，我们可以选择它；如果没有安装的话，那就选择默认的这一个。我这里已经安装过了，选择它。接着是加载这个模型节点，这里的卸载设备改为 CPU， 不然会报错。缓存模型选上，最后的放大器节点，总之的话可以固定为1，方便比较。分辨率指的是最小边的一个最终分辨率，那就改为2048。其他的不用动，到点击运行。这次渲染报错了，它提示我内存不足，看来我这个分辨率还是太大了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可以考虑把这个分块解码给开启，这样使用分块渲染的功能虽然会慢一点，但是可以出这些大图，然后再点击运行。那这一次总算出图成功了，我们来对比一下效果。这是原图的一个整体效果，然后这边是我们修复后的效果。那整体要清晰得多。SIG2的一个放大效果，它不仅是质量很好，而且它的速度很快，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。对 March 工作流还有 CtrlLate 的一个控制工作流，它的最终工作流很简单，它的核心都在这里面。它加了这2个节点，一个是 CtrlLate 的一个综合控制，我们只需要接入对应的一个 CtrlLate 的一个图像，我们就可以直接进行控制了。而这个是 CtrlLate 的一个权重。这套工作流我们就不再讲解了，因为目前来说，对于 March 模型对图像编辑这一块还不是特别好，我们还是要等待这一款模型的推出，我们再去看这个 CtrlLate 模型的效果。那我们这里的内容到这里结束，如果说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不要忘了1键3连，这对我很重要。